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武侠剧《富山海》来袭，程毅领衔，全员演技派，有望再现古装热潮。庆余年2落幕，今年的古装剧市场似乎又开始陷入沉默了。即使豆瓣评分从7分涨到了7.2分，也难以掩盖观众对其不满的事实。无论是追剧效果还是观众反馈，大家这5年的等待似乎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。而放眼今年的整个古装剧大盘，其实都不太可观。前面大唐狄公案高开低走，全明星阵容硬是打出了对3儿的效果，使大家憋了个大的。狐妖小红娘、月红篇就更不用说了，如今几乎销声匿迹，墨雨云间小火了一把，却也难登大雅之堂。后面的《长相思》《国色芳华》《藏海传》以及《大凤打更人》等等，呼声再高，在庆余年2播出后，其实也都显得平平无奇。而又一部古装武侠剧的官宣，让我眼前一亮。富山海官宣阵容后，又放出先导预告片，这可是市面上鲜有的大男主武侠剧。要知道，富山海的原著《神州奇侠》可是豆瓣突破 8.3， 原著作者温瑞安甚至被金庸和古龙双评价武侠小说，我就看他的了。该小说更是被粉丝誉为武侠神作的佳作。所以，被搬上屏幕后的富山海，究竟能否一脚踹开如今武侠题材的大门？咱们先来管中窥豹验货。富山海的主人公萧秋水，程毅是从小便聪慧过人，与所有武侠作品的男主一样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吟诗作画，遨游快活，平时还会与朋友一起替别人打抱不平。其实整部小说给电视剧的发挥空间也不小，或者只要按部就班拍下来，就能让人记忆犹新。节奏紧凑，内容非常饱满，而且整部剧的故事背景还建立在岳飞抗金的历史之上。没错，这也是富山海与其他武侠剧最关键的区别。常见的武侠剧都是以群像的方式，用一个个小故事拼凑，类似于打怪的形式，而富山海却拥有格局极大的内核。同时，富山海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反派智商在线。原著在各种反派身上留下的笔墨非常多，只有势均力敌的作品才更能衬托出大男主的潇洒。而这也就意味着，被影视化后，反派角色自然也不会被一笔带过。当然，会不会被魔改还要看制作班底水平如何。从剧方官宣的详细名单来看，富山海还真是藏龙卧虎。首席导演任海涛和编剧刘芳都不是第一次合作，意外出圈的《莲花楼》正是2人联手创作的。另一位导演林峰可是新三国、胡军版《天龙八部》《长津湖》等影视作品的动作导演，在武打这方面可是专业的。其他美术、动作以及造型等方面指导都是《莲花楼》的班底，这是要打造 Plus 版《莲花楼》啊！曾几何时看到诚意2个字，我还心底一凉。莲花楼过后，我才真的见识到了这哥的实力。不仅挑剧本眼光独到，演技也丝毫不浮夸，举手投足间透出的老干部气质，与其他流量小生完全不同。莲花楼里他是身体状态不佳，走到哪虚到哪的李香怡，虽然颜值一般，可表演风格倒是让人看得过去。到了富山海里，程毅出场的一瞬间，立马就将少年英雄的劲儿拿捏住了，动作干脆利落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哥无比所波动的强风袭来。而且这次程毅的妆造也比较带劲，白衣少年，眼神坚毅，剑眉星目，还有略粉的唇，配后面的高马尾，有种凌厉的冷酷感。高挺的鼻梁更加明显，看得出这部剧的他可要比《莲花楼》里的李香怡更张扬帅气。虽然一直游走在各类古装剧中，可程毅还没演过带有成长线的大男主系列，
不知道这回能否再为武侠剧添上一员猛将。既然是大制作，阵容当然也错不了。剧中丁永岱将饰演程毅的父亲，所以前面将会有大量的对手戏。萧西楼当然也爱小儿子萧秋水，却不喜欢这个小儿子的性格，表面嫌弃，内心却也有无法言说的浓郁父爱。我猜测，萧西楼下线或许会有一大波泪点袭来。让香港艺人来演武侠剧，这不是正好击中人家舒适圈了吗？燕狂徒这个角色真可谓一狂徒，10岁便能自创绝艺，20岁名震江湖，5年后更是官爵武林。无论是中生代还是流量演员，都很难演出风头无两的张扬傲慢。毕竟曾经的陆小凤可是迷倒万千少女，这回真有点期待张智霖的动作戏了。《富山海》中曹翠芬将饰演吴老夫人，至于到底是哪位老夫人，倒是没有做过多的解释。不过这位老太的演技可是不用多说了，《庆余年》和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中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想必《富山海》中的角色也是手到擒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《雪中悍刀行》中饰演李淳刚的邱心志，以及饰演青鸟的丁孝莹，看来都是武侠剧中的熟脸，这还真是高配版莲花楼。不难看出，如今的程毅开辟了全新的转型赛道。在演了大量古偶剧都没什么太大水花的时候，他直接转到武侠题材。这些武侠剧还不同于常见的套路，设定比较清奇，在有原著的情况下也能获得粉丝的偏爱。所以转型不是只有年代剧可选，不用打扮的灰头土脸，同样能在大众面前拥有姓名。只不过富山海想要翻拍的像莲花楼一般却不容易，因为小说《神州奇侠》的原著党众多，而且小说地位也比较高，视角更为宽广，人物更丰富。无论是对导演选角的眼光，还是对演员演技的要求，都较为严苛。不过一旦成了，还真能成为国产武侠剧的历史性标杆。不知道你是否期待呢？